听到老太太的话，李亚林拍案叫绝，脱口道：“婶儿，你这个主意很棒。”说罢，他立刻掏出手机，打开视频拍摄，开口道：“咱们就轮流用视频给安叔记录。重秋你赶紧安排人，买几台能随身携带的运动相机，时刻不停地记录。等晚上安叔休息了，就让人把素材都导进电脑，全部剪出来。明天咱们一起复盘。”安重秋也很是兴奋，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安排。”老太太又道：“我看这里环境确实好得很，起山，咱们赶紧吃点饭，吃完饭我带你到湖边走走，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。”李亚林一听这话，连忙说道：“婶儿，这一点我倒是有些不同意见，我觉得您和安叔最好就是待在这套别墅里，哪儿都别去。”老太太疑惑地问：“亚林，你这是出于什么考量？”李亚林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婶儿，不瞒您说，我大清早起来之后就出去转了一圈。说实话，这里的环境虽然不错，但是远达不到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，无非就是个半山腰加上一座面积不大的湖泊，然后就是柳树多一些。说实话，这种环境在金陵这种城市里当然算得上是非常不错，但要跟安家的庄园比起来，我觉得还是差出不少的。没理由这里的山山水水就比安家庄园强出多少。”说到这，李亚林又总结道：“所以我感觉，如果这种身体上的改善真的是一种玄学的话，那么这个玄学的奥妙一定在这套房子里，而不是在外部的环境中。”老太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她觉得李亚林说的有道理。要说自然风光，万柳山庄门外这点硬件的实力，在华夏连个1A 风景区的水平也比不过，但是安家在美国的庄园几乎就跟5A 级景区的水平不相上下。要说大家身体的变化是环境所影响，那似乎也轮不到万柳山庄这种地方。李亚林这时候对安重秋说道：“对了，重秋，提前到这里的佣人是不是都住在别的别墅里面？”“对。”安重秋点点头道：“所有的佣人和保镖都不住在这套别墅，我当时想的就是这套别墅就留给安家人自己住，佣人只需要白天进来做一些日常工作就可以了。”李亚林道：“你可以旁敲侧击地问他们一下，问问他们在这里住的这几天中，身体有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。”安重秋立刻掏出手机，打了一个电话给管家，旁敲侧击地咨询了一番。这些提前抵达的管家和佣人一直都住在周边几套别墅里，不过据他们描述，住在这里这几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。由此，安重秋也更加赞同李亚林的说法，觉得父亲的记忆力之所以有所缓解，其他人之所以感到无比轻松，想来玄妙就在这套别墅里。于是安重秋便开口道：“爸妈，你们这几天就先别出门了，尽量24小时都待在这套别墅里，看看爸的病情会不会有更好的改善。”老太太忙道：“我还打算今日去你姐当年住过的地方看看，之前我让人查了一下，那套老宅现在好像被燕京苏家长子的前妻买下来了。”安重秋皱眉问道：“苏家长子的前妻是苏守道的前妻吗？”“对。”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。安重秋一脸诧异：“苏守道的前妻为什么要买我姐和我姐夫住过的地方？”老太太轻叹道：“我让人查了一下，苏守道的前妻当年一直是你姐夫的追求者，这么多年来他对你姐夫也一直念念不忘。前段时间因为竞拍那套老宅惹怒了苏家人，还险些被苏家清理门户，当时那件事情闹得挺大，咱们在美国也有耳闻。”“是。”安重秋点头道：“具体细节我不太清楚，只知道苏家老爷子想杀自己儿媳妇的丑闻闹得人尽皆知，没想到原来是这个原因。”于是安重秋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让爸在这里休息，我陪您过去一趟。”老爷子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不行，我也要去。”安重秋忙道：“爸，您还是在别墅好好休养，我们还等着明天跟您一起复盘一下，看看明天您还能记得多少。”老爷子摆摆手：“什么时候复盘都可以，后天再复盘，明天的也可以。既然你妈要去城西和长英以前住过的地方，
我也想跟着过去看看。安重秋还想说什么，老太太抢先一步说道：重秋，你爸说的对，反正我们在这里还要住上一段时间，复盘也不在今天一天，咱们还是一起去吧。安重秋见妈妈发了话，便也不再多说，当即点头道：好的妈，您和爸先吃饭，我安排一下。随即安重秋向李亚林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便离开餐厅，来到院中。这时的安重秋看向李亚林，问他：对了，老李，以你的经验判断，我那个大外甥这么多年来会不会再回那套老宅看看？如果从老宅着手，能不能找到什么相关线索？李亚林点头道：有这种可能，人毕竟是情感动物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情节，而且在所有嫌疑人逃亡而后被抓的案件中，一大半的嫌疑人都是在悄悄回家或者与家人联系的过程中被抓的。叶晨与父母最后的记忆就在那套老宅里，于情于理应该都会回去看看。说着他又道：不过城西遇害已经20年，叶晨就算回来过，放在20年这么长的时间轴里，恐怕也很难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。这倒也是。安重秋轻轻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毕竟已经20年了，叶晨就算回来过，怕是也无从考究。我妈想去老宅拜访，估计更多是想去我姐一家人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。李亚林点头说道：这个我非常理解。李亚林心里很清楚，叶晨在金陵手眼通天，这点事情肯定早就已经摆平。就算安重秋找到他家门口，只要叶晨不想见他，安重秋也不可能发现什么具体的线索。至于自己，命都是叶晨救的，当然不可能出卖叶晨，更何况他也觉得眼下叶晨确实还不适合与安家相认，所以就只能跟着假模假样的出谋划策。只要最终导向不让他们真正发现叶晨的线索，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这时安重秋又道：对了，老李，你有没有想过调查一下那位救你命的恩公？李亚林心中一惊，嘴上说道：救我那位恩公行踪来去不定，而且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我就算想找他也没什么线索啊。安重秋摇摇头：线索不是没有，而且就在金陵。李亚林故意问他：重秋，你的意思是？安重秋认真道：当初我在金陵参加回春丹拍卖会的事情，我跟你说起过，我之前也一直很想知道这回春丹到底是何人炼制，但一直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直到安家在纽约遇袭，我们全家被恩公所救的时候，我都没往回春丹这条线索上想过。说到这，安重秋看着李亚林，缓缓开口：但自从你说你被恩公用丹药救活之后，我就觉得炼制回春丹的人和救了你、救了安家的人应该是同一个。李亚林惊讶不已地问他：你的意思是那恩公就在金陵？安重秋道：恩公在不在金陵我不知道，但金陵有认识他的人，就是金陵宋家的宋婉婷。宋婉婷？李亚林一脸疑惑。安重秋解释道：宋家就是当日回春丹拍卖会的主办方之一，而宋婉婷是宋家的家主，同时他也是当日拍卖会的拍卖师。这些线索汇聚到一起，他要不认识恩公就见了鬼了。李亚林心中一凛，面上故作迟疑地说道：重秋，那位恩公神通广大，他既然不想用真面目与我们相见，我们这么调查他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是不合适。安重秋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，但旋即又很是坚定地说道：老李，我姐和我姐夫是在金陵遇害的，我那个外甥也是在金陵失踪的，现在这位恩公的线索也连上了金陵这个地方，我总觉得这里面或许存在着某种联系。李亚林连忙试探性地问道：哎呀，你该不会以为咱们说的恩公就是你那个大外甥吧？安重秋摆摆手：那倒是不太可能，我是在想，这恩公既然是世外高人，那我那个大外甥当年会不会刚好被他所救呢？李亚林咳嗽2声，开口道：你呀，就别往这方面想了，你没发现这种假设跟武侠小说的剧情已经非常靠近了？再说了，恩公又不是你们安家的人，人家凭什么20年前在金陵救了你外甥，
20年后又飞去美国救了你们一家，顺手又救了我。安重秋尴尬地说道：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就算恩公与我大外甥的线索没什么关系，他也毕竟救了我们一家，所以我想抽时间去拜访一下宋婉婷，看看从他那里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，即便他对我们守口如瓶，也一定能帮我给恩公带几句话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